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苏森，欢迎来到 Garden 365新西兰生活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一起聊一聊怎样在家里的后院种黄瓜，既节省空间，产量又高。让我们一起开始吧。为了节省空间，好管理，我会把黄瓜种在小菜筐的边缘，然后用一根绳子吊起来种。当黄瓜长到一定高度，出现花蕾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底部的枯叶老叶及时的剪掉。这样呢，这些叶子就不会和花蕾争夺营养，而且如果有病虫害的话呢，就能及时的发现，因为病虫害大多数都会首先发生在老叶上。由于绳子比较细，让黄瓜苗自己绕在绳子上有点困难，所以我们就要手动的把黄瓜苗绕在绳子上。那这些侧须呢就没有起到固定作用，我们也可以把它剪掉。今天呢，我要给黄瓜进行第一次追肥。什么时候追肥呢？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而定。如果您的底肥加的足，那么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推后。如果我们的黄瓜秧看起来不是特别的强壮，那么我们在第一次剪掉老叶枯叶的时候，就可以给它适当的追些肥料。我今天要追的是血骨粉和高效的钾肥。避开根部的位置，然后撒在周围，上面再覆盖上土。我这样做，一方面是不想破坏黄瓜的根系，另一方面呢，想趁这个机会给黄瓜培一些土。除了追肥之外，这个时候黄瓜进入了结果期，我们还可以用自己做的香蕉皮液态肥或者是海藻液态肥，给它进行叶面喷施。香蕉皮肥和海藻肥都是很容易在家里做的钾肥，它能够提高黄瓜的产量和口感，而且呢，能够预防黄瓜秧的早衰，延长结果期。结果期延长了，黄瓜的产量自然就高了。这根绳子的顶端我打了一个活扣，随着黄瓜秧的继续生长，我会慢慢的把它解开，让黄瓜一点一点的落蔓。这样黄瓜就可以集中在这一根线上，一边长一边结瓜，既节省了地方，又便于采摘。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黄瓜要不要留侧蔓的问题。我这个品种呢，黄瓜最主要结在主蔓上，基本上每一个节点都有一颗小黄瓜。这种品种呢，最适合用绳子吊起来种了。我会把侧蔓全部剪掉，让它集中营养去供主蔓的黄瓜生长。有的时候我们也能在侧蔓上看到一些小黄瓜，大家不用可惜。因为主蔓上的所有雌花如果能够授粉成功，且水肥充足，能够顺利生长，产量是非常高的。而且把这些侧蔓都打掉之后呢，主蔓上的黄瓜就能得到更多的营养，长得就会更加的漂亮，减少畸形。那么什么时候需要保留黄瓜的侧蔓呢？让我们来看看这颗黄瓜，在这个节点有一颗黄瓜，再往上面看没有雌花，上面一个节点也没有雌花，但是呢，长出了一个带有雌花的侧蔓。然后又往上隔了好几节才出现一朵雌花。如果我们只保留主蔓上的雌花结瓜的话，显然是不够的。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保留一些侧蔓上的雌花，让它来结瓜。我会在侧蔓上的雌花做果之后呢，保留1-2片叶子，然后打尖，也就是我只保留侧蔓上的雌花结果，并不保留侧蔓。
不留侧蔓是因为我为了节省空间，所有的黄瓜都是直立生长的，旁边没有额外的架子供它攀爬。如果您是用架子来种黄瓜的，那么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，在肥料充足的情况下，可以在侧蔓上多留一个瓜。总结一下，如果您种的黄瓜主蔓上的每个节点基本上都有一朵雌花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剪掉侧蔓，集中在主蔓结瓜。如果主蔓上的雌花很少，我们就要保留没有雌花的节点上的侧蔓来结瓜。在黄瓜膨大之后呢，我们要及时的采摘，要不然会影响其他小黄瓜的生长，而且越嫩的黄瓜越好吃。我今年呢，第一批种了4颗黄瓜，2颗韩国黄瓜，2颗中国带刺的长黄瓜。今天呢，就要采摘4根。在新西兰的奥克兰，我们夏天可以种2批黄瓜。当这批黄瓜的黄瓜秧开始逐渐老化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种第2批了。这样呢，一直到深秋，我们都能源源不断的有黄瓜可以收获。虽然我只种了4颗黄瓜，而且我都是把它们吊起来种，也没有占用太多的空间，产量呢却很高，夏天根本不用买黄瓜了。这个铁丝网罩在这里是为了防止鸟来刨黄瓜的根。这颗韩国黄瓜有2根已经可以采摘了，特别是下面这根呢，已经长到碰到小菜筐了，我们不能再等了。自己种的黄瓜不但味道好，而且非常新鲜，现摘现吃。就算您家里的地方不大，我也非常建议您在夏天种2颗。找一个有太阳的地方，靠边用绳子像这样给它吊起来种，根本不会占用太多的空间。这些呢，就是我今天全部的分享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同时也非常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